真是老天有眼。楚风啊，楚风，看来就连老天爷也不想让你动用那魔兵呢。此刻，楚悠远放声大笑起来。与楚悠远相处这么久，楚风还是第一次看到楚悠远笑得这么高兴。即将脱困，对于这位尊者来说也是非常高兴呢。其实倒也能够理解，楚风想要复仇，这楚悠远何尝不想复仇？而只要脱离此处，便可以进行复仇。楚风，准备好了，老夫可要出手了。忽然，楚悠远大喝一声：“大人，你安心出手，晚辈早就准备好了，绝不拖您后腿。”楚风来到楚悠远身后，紧紧地抓住了楚悠远的衣衫，而楚悠远顺着空间隧道内的暗流，终于靠近了那空间裂痕。楚悠远双手如同利刃一般插入了那空间裂痕之中，下一刻，楚悠远便发出了怒吼之音。与此同时，道道强大的尊级武力更是不断地自其体内散发而出，伴随着楚悠远力量的释放，那裂痕变得越来越大，竟然有被撕开的症状。可就在此时，楚风却也承受着巨大的冲击力，这暗流的力量太强了。眼下楚风二人没有继续随波逐流，完全是因为楚悠远用手抓住了空间裂痕，但是这暗流的力量依然在冲击着楚风二人。楚悠远倒还好说，毕竟他是二品尊者，在抓住空间裂痕的情况下，他还是可以承受着暗流的力量的。可是楚风却不行，他只是四品天仙，以他的力量很难承受着暗流的压迫力。最重要的是，这暗流的力量是任何至宝和手段都无法阻挡的，只能凭借自身的能力承受。所以楚悠远无法帮助楚风，楚风眼下只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来承受着暗流的冲击力。眼下楚风根本顾及不到楚悠远将那空间裂痕撕到了什么地步，因为楚风感觉自己的肉身都要粉碎，自己的灵魂都要爆炸，就仿佛自己随时都会死去。楚风的视线渐渐变得模糊，他已经快要失去了意识，可是他的双手却仍然紧紧地抓着楚悠远的衣衫，不肯放手，因为他知道他若放手，可能真的要错过逃脱此处的机会了。而就在楚风即将失去意识的时候，在他的前方忽然绽放出一道光芒，下一刻楚风便感觉自己向那光芒的方向飞掠而去，扑通一声，楚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可是楚风的内心却是如此狂喜，他闻到了土地的味道，他闻到了花草树木的味道，他甚至听到了鸟叫。他知道他终于脱离了空间隧道，回到了世界之中。楚风的视线渐渐恢复，发现自己躺在一片大山之中。他果然回来了，前辈，您成功了，您成功地带着我。前辈，您怎么了？您这是……楚风欣喜若狂。可是当他看到楚之渊后，却顿时神色大变。他惊愕地发现，此刻的楚悠远整个手臂满是鲜血，楚悠远的双臂竟只剩下了血淋淋的骨架。不仅如此，楚悠远的气息更是弱到了极致，这伤势简直比当日被楚之渊的爷爷暗算时还要严重的多。是空间裂痕吗？是那空间裂痕伤到了您？楚风问道。是啊，这空间裂痕的力量可比老夫想象的要强得多，老夫可是拼了老命才撕裂出了一道口子。哈哈，楚悠远虽然已经浑身是伤，可是他却并没有一丝惆怅，反而是放声大笑起来。尽管他的笑声很是虚弱，但楚风却你能够感受他的喜悦。是啊，虽然身负重创，可总归是逃了出来，只要逃了出来，便可以回到楚氏天族，便可以向那两位太上长老复仇。前辈，您快服下这疗伤药。楚悠远并不在意自己的伤势，可楚风却是在意，赶忙取出最好的疗伤药，递给了楚悠远。无碍无碍，老夫休养一段时间便可痊愈。楚悠远笑着摆了摆手，示意楚风不必担心，但是他倒也没有拒绝楚风的好意，接过楚风的丹药便丢入了口中。可是忽然楚悠远神色一动，将目光投向了大山的深处。前辈，怎么了？楚风问道。似乎是有人来了。楚悠远说道。听得此话，楚风顿时神经一紧，赶忙施展出天眼，向楚悠远所望的方向观察而去。天眼之下，那层层障碍不断被抹平。楚风发现果然有人正在靠近，那是一个中年男子。虽说是中年男子的模样，可是根据楚风的观察，他的年龄至少已有1000岁。这是一个修武者，从他奔跑的速度，楚风能够感觉到他的修为应该在一品真仙。眼下这名中年男子很是慌乱，因为在他的身后有着一群凶神恶煞的妖兽在追击着他。那群妖兽的实力与那男子相差不多，可是速度却比男子要快。但令楚风有些惊讶的是，这群妖兽明明凶神恶煞，但是他们的穿着却是有些特别。妖兽一般来说要么化为人类状态才会穿人类长袍等服饰，若是妖兽状态更喜欢穿盔甲之类的器具，以彰显自己的威猛之势。而这群妖兽明明长得凶神恶煞，乃是完全的妖兽状态，可是他们穿的却是穿金戴银。没错，他们长得其实非常接近，应该是一个同族，可是穿的服饰却并不相同，而唯一相同的特点便是穿金戴银，一个个弄得跟大财主似的。这样的装扮在人类中都很少见，妖兽中就更少见了。简单的说，这个装扮很土。此刻楚风不仅惊讶于这些妖兽的古怪打扮，也是忍不住感叹起这尊者境的强者感应力的确是厉害，对方距离自己还很远，楚风若不动用天眼，看都看不到，莫说感应到了。前辈，我能出手相助吗？楚风问道。他并不认识那名中年男子，可是看中年男子那慌乱的模样，以及那些妖兽一边追赶一边侮辱以及狂笑的架势，楚风下意识地觉得那中年男子乃是受害者。楚风到底还是人族，眼见人族被妖族这般欺辱，心中便升起援助之意，想救便救，随心便好。不过若要出手，便不要留情，将他们全部杀了。楚悠远笑着说道。看到楚悠远那意味深长的笑容，楚风顿时明白，楚悠远应该知道这群妖兽的来历，否则不可能让楚风杀了他们。遵命。楚风应下一声，便拔地而起，
向那妖兽快速的飞掠而去。那中年男子已被妖兽追赶上，妖兽将他团团围住，好番戏弄之后，便拔出兵刃，竟准备直接了断那中年男子的性命。而此刻，那中年男子自认为自己的必死无疑，便紧紧地闭上了双眼，做好了受死的准备。可忽然之间，闷响不断传来，在此期间，中年男子甚至能够听到水花落地的声音，而他到底是修武者，敏锐的感应力立刻察觉到，那正在倾洒的并非水花，而是鲜血。他下意识地睁开眼睛，这才发现那些将他团团围住的妖兽竟然全部倒在了地上，全部没了气息。而楚风就站在他的不远处。是你救了我！男子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楚风，眼神中充斥着一些质疑。这也不怪他，而是在他的认知中，楚风这个年龄的人本不该具备眨眼间便抹杀这些妖兽的实力才对。不是我，还有别人吗？楚风淡淡的笑道。楚风此话说完，那中年男子竟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随后一边对楚风叩头，一边说道：恩人在上，恩人在上，恩人您实力强横，可否再救救我的家人？若不救他们，他们就都要被那群怪物抓起来做奴隶，从此不见天日。葬送一生，答应他。那中年男子话音刚落，楚悠远的声音便在楚风耳边响起。楚风微微一愣，可还不待他回答，楚悠远的声音便再度响起，只不过这一次不再是暗中传音，而是自不远处传来的。嗨嗨，楚风啊，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既然有缘，那你就去救他们吧。楚悠远手握拐杖，自树林之中走出，他很是虚弱。大人，楚风赶忙走上前去，搀扶住了楚悠远。楚风啊，帮帮他们吧。楚悠远再度说道。好。楚风点了点头，随后便将负伤的楚悠远背在了身后，这才对男子问道：你的家人在哪里？带路。多谢大人，多谢大人。男子高兴不已，不停地对楚风和楚悠远磕头作揖，这才起身为楚风引路。楚风啊，你知道为何老夫要你救他的家人吗？路上，楚悠远以暗中传音的方式对楚风问道。想必大人也是不想让那些妖族蛮夷欺辱我人族之人吧？其实不只是人族受妖族欺辱，哪怕是妖族受到人族的不公平对待，晚辈也会出手的。修武者本当锄强扶弱。楚风说道。非也，非也。可是对于楚风的说法，楚悠远却是摇了摇头。大人，莫非您还有别的原因？楚风有些惊讶。当然是另有原因，因为这群妖兽可不是寻常的妖兽，他们在大千上界有着一个特殊的名字，那便是匪兽一族。这匪兽一族来头不小，能与他们相遇，对你来说搞不好又是一场机缘造化。楚悠远笑着说道。听得此话，楚风顿时心中一动，一种狂喜之意不由从心中升起。楚风之所以高兴，并非只是因为楚悠远所说的可能遇到了一场机缘造化，而是楚悠远说这所谓的匪兽一族乃是大千上界上的种族，这便说明楚风真的已经回到了大千上界，回到大千上界便可找楚之渊以及楚之渊的爷爷他们复仇。楚风心中自然欣喜。悠远大人，这匪兽一族到底是什么来头？喜悦之际，楚风还是忍不住开口询问起这匪兽一族的来历。毕竟听楚悠远的口气，这匪兽一族可是很不简单的。匪兽一族可以说是大千上界的一个另类种族，他们在大千上界延续的时间比我楚氏天族还要久远。但之所以说他们另类，是因为他们并不是善类，他们最喜欢做的事并非是追求修武的境界，而是打家劫舍、烧杀掳掠、抢夺他人之财物。正因如土匪一般行事，他们才换来了匪兽一族这样的称呼。听到这里，楚风终于知道为何楚悠远一开口就让楚风下杀手了。搞了半天，这匪兽一族的品性如此恶劣，为了一己私欲便烧杀掳掠，无恶不作，这简直与魔教势力没有区别。的确该杀该除。不过这匪兽一族虽然品性恶劣，但是他们这么多年也的确积攒了不少宝物。传闻那可以让天仙境强者驾驭仙兵的至尊护腕便在匪兽一族的手中。楚悠远说道。至尊护腕。楚风目光一动，这至尊护腕相传是一位至尊巅峰的高手所打造。众所周知，仙兵力量强横，但唯有武仙强者才能驾驭。可是若带上那至尊护腕，哪怕天仙境的强者也可以使用仙兵。楚悠远说道。那这至尊护腕还当真是一件宝物。楚风深知修武者的力量是往往会受到境界束缚的，而能够打破这种束缚的宝物便称得上是当之无愧的至宝。这至尊护腕显然便是这样一件宝物。当然是宝物。仙兵的力量极强，对于武仙来说也是增进战力不可缺少的宝物。可若是将仙兵放在天仙境的手中，你知道仙兵的力量有多恐怖吗？楚悠远问道。请大人告知。楚风说道。若是天仙境强者可以驾驭仙兵，那么仙兵所发挥的力量绝对不是只是提升战力那么简单，而是可以提升足足一品的战力。楚悠远说道。逆战一品。楚风问道。没错，不过唯有天仙境强者使用仙兵才会有如此力量，若是武仙强者使用，可是不会发挥出逆战一品的力量的。楚悠远说道。听到这里，楚风倒也能够理解，仙兵的力量正因太强横，才导致天仙无法驾驭，而一旦驾驭了，那么以仙兵的力量在天仙境内释放出逆战一品的战力，这的确正常。毕竟那可是本不属于天仙境的兵器，乃是武仙强者才能驾驭的兵器，而武仙强者的兵器被天仙境使用，若不发挥出一些远超出半成仙兵的力量，那反倒不合逻辑。这匪兽一族横行这么久，怕是不好对付吧？楚风问道。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楚风对那至尊护腕已然动心。毕竟现在的楚风刚好天仙境，身上也有仙兵，只是奈何不能使用。可是若是能够得到那至尊护腕，便解决了天仙境无法使用仙兵的问题，对楚风来说简直就是如虎添翼。可是按照楚悠远所说，这匪兽一族显然也不是省油的灯，就算至尊护腕真的在他们手里，怕也是不好夺下。传闻
匪兽一族实力并不强横，就连匪兽一族的族长也只是刚刚踏入天仙境而已，所以他们一般也只敢欺凌天仙境以下的修武者。楚悠远说道：“竟然如此弱，大人，那他们是如何在大千上界横行这么多年的？”楚风有些惊讶，若匪兽一族的实力真的这么弱，那么恐怕早就被其他势力横扫了吧？毕竟区天仙初期，这在大千上界来说，有太多的人可以轻易的收拾他们了。匪兽一族厉害就厉害在他们那个可以移动的巢穴，那个巢穴可隐身，寻常的尊者也是寻不到，再加上匪兽一族行踪诡异，所以想找他们可是非常难的。楚悠远说道：“他们行了这么久，难道就没有碰到过可以收拾他们的人？”楚风问道：“他觉得大千上界藏龙卧虎，而匪兽一族打劫这么多年，总有遇到高手的时候。以他们的实力，遇到高手那就是必然要栽跟头的才对，自然遇到过。不过别看匪兽一族很是贪婪，可是他们却非常的齐心，就算是死也不会暴露自己的巢穴。再加上他们的体内有一种可以自爆灵魂的力量，只要他们被人抓捕，便会立刻自爆身亡。所以抓到他们也没有用，因为连严刑拷打的机会都没有，就莫说逼问他们巢穴的位置了。”楚悠远说道：“暗中跟随呢？”楚风问道：“这怕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了，但是怕也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匪兽一族的警觉性极强，并且当他们靠近了巢穴之后，便会立刻隐身，有着特殊的感应手段。总之，遇到他们是一场机缘造化，但能否得进入他们的巢穴，才是能否得到这造化的根本。所以你等一下，你要装弱，要被他们当作奴隶抓起来，哪怕被打几下，也要忍一忍，因为只有被他们征服的人，他们才会放下戒心。”楚悠远说道：“晚辈明白了。”楚风点了点头，明白了楚悠远的意图，随后看向了前方的中年男子，问道：“请问该如何称呼你？”“恩人，我叫罗大力，您叫我大力就可以了。”中年男子一脸敬畏地说道：“其实你也比我大上不了多少，我就叫你一声罗兄吧。”楚风说道：“这个大人喜欢便好。”罗大力尴尬地挠了挠头，别看他活了至少1000年，可是这心智倒是有些孩子模样。“罗兄，你先前说你的家人被那些妖兽抓住了是吗？”楚风问道。“是的，恩人，我的一家老小都被那妖兽抓住了，我是趁机逃出来的，就是想找人求助，幸亏遇到了恩人您，否则我还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叫做罗大力的男子对楚风说话的时候，可谓是一脸的感激，看来他倒是个知恩图报之人。“罗兄，你记住，我一定会救你和你的家人出去，不过我需要你配合我。”楚风说道。“配合？恩人您说，我一定配合您。”罗大力连连点头，似乎无论楚风说什么，他都会无条件的妥协。“因为一些原因，我不能立刻救你们，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救你们。”楚风说道。“哇，恩人，莫非您是有事要走吗？”听得此话，罗大力面露慌张，他还以为楚风是要离开，不打算现在就立刻救他的家人了。“不，我和你一同回去找你的家人们，只是我不能立刻救你们。”楚风并没有对着罗大力说自己的意图，因为楚风的目标很明确，是要进入那匪兽一族的巢穴。但是楚风与这罗大力毕竟不熟，所以不能与他透露太多。现在楚风只想让这罗大力帮着楚风隐瞒自己的实力，唯有这样才可以更好的潜入匪兽一族的巢穴。“没关系的，恩人，我们非亲非故，只是一面之缘，您肯出手帮我，我已经感激不尽了。”罗大力并不明白楚风的打算，但是听到楚风还是都是那帮他的，他便安下心来。随后楚风又与罗大力沟通了一番，使得罗大力大概明白了，楚风是准备隐藏实力，等下回到家人被困的地方，楚风也不可暴露自己的修为，更不可能立刻救罗大力他们。“大人，您放心，我绝对会听从您的指示，只要您肯救我们便好。”罗大力信誓旦旦地说道。“你是逃出来的，等下回去难免会受些折磨，你把这个丹药服下，它不仅能减轻你的痛苦，还会保你性命。”楚风将一颗丹药递给了罗大力。“好，多谢恩人。”罗大力倒是听话，立刻便将这丹药服下。“带我回去吧。”楚风说道。“好。”罗大力连连点头，随后在罗大力的引路下，楚风开始向着大山的深处行去，很快便找到了那群匪兽一族。这群匪兽一族的数量大概有1000多只，可是实力皆是不强，大概皆是真仙境的样子，其中还有一些看似年幼的匪兽，竟然连真仙境都没达到，还停留在无祖境，而其中最强的一只匪兽，修为也只是3品真仙而已。这个实力在大千上界来说，都可以说得上是非常的弱。而除了这1000多只匪兽之外，还有几千号人族的修武者，这些人都被匪兽用特殊的锁链捆绑着，显然是被抓来的。而能被这种实力的匪兽抓住，更是说明了他们的弱小不堪。这不是那个逃出去的家伙，他怎么自己回来了？那些去抓他的家伙呢？当楚风和罗大力靠近之后，立刻引起了匪兽的注意。只是当匪兽认出罗大力后，却是一脸的惊讶。当罗大力逃脱之后，便被他们发现，立刻派人前去追捕。在他们看来，罗大力的实力肯定是难逃一死。可是现在怎么罗大力自己回来了，却不见他们那些去追赶的同族？大人，我知错了，我不该逃的。我想和我的家人在一起，哪怕做牛做马我也愿意。求大人饶我一命，我一定再也不逃了，我再也不逃了。这罗大力被匪兽们发现后，便立刻跪在地上磕头作揖。这个家伙为了活下去，倒也是放得下颜面。而罗大力这般卑微，就连这群匪兽也都不好意思惩戒于他了。他们是谁？匪兽围上来后，指着楚风和楚风身后的楚悠远说道。罗大力愣了一下，竟然不知道该如何说楚风是好，毕竟楚风在他心中可是救命恩人，他不好贬低楚风，但是他也知道楚风是想混进来，不贬低楚风，他也不知该怎么说。我和伯公在这山中采集仙草，刚好碰到了他，他说他知道哪里有仙草，便将我们带了过来。话说大人，仙草在哪里啊？见对方询问，楚风主动上前，并且在说这话的时候，楚风更是装出了一副愣头愣脑的样子。
简直就像是个缺心眼的傻子。哈哈，原来是骗来的，小子，看不出来啊你，居然还会拐骗他人了。看在你将功补过的份上，就饶你一命，滚回去吧。匪兽都以为楚风是罗大力拐骗过来的，心情大好，竟然没有打他，而是将罗大力与楚风二人捆绑住之后，便推着罗大力与楚风三人向那群被困的人族的地方而去。罗大力自然顺从，可是楚风却不干了。楚风既然是想混入其中，就算演戏，自然也要演得逼真一点。眼下无缘无故的被捆绑，哪怕是傻子也知道事情不对劲，所以楚风开始疯狂的大喊起来，大喊被骗了，大喊上当了，转身就要逃。可是他这一闹，那群匪兽可不惯着他，出手就是对楚风一顿拳打脚踢，打了好一阵才算罢手。楚风因为将楚悠远护了起来，楚悠远倒是没有受什么大伤，但是楚风可就被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当然，就凭借这群匪兽的实力，怎么可能打得伤楚风？这些伤都是楚风故意弄出来的。挨了一顿暴揍之后，楚风也是被拉到了罗大力等人当中，如囚犯一般被看守起来。而楚风注意到，此刻罗大力的周围倒是聚集着几十个人，看来这应该都是他们家族的人。其中一个长相还算不错的女子坐在罗大力身旁，他们看似没有任何交谈，但楚风却看得出来，他们应该正在暗中传音。那名女子乃是罗大力的妹妹，名为罗小凤。哥，你这是干嘛？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力气掩护你，让你逃出去，你怎么自己跑回来了？救兵呢？说好的去找救兵呢？原来罗小凤是在埋怨罗大力，这也难怪。为了掩护罗大力逃出去，他们当真是费了不少力气，甚至还葬送了2位族人的性命。可是现在倒好，罗大力成功逃出去后，不仅没请来救兵不说，竟然自己又回来了，这不仅让罗小凤无法接受，包括罗大力的父母以及其他族人看向罗大力的目光也都充斥着埋怨之色。罗大力是一个好面子的人，被家人这样责怪，他有些委屈。犹豫一番后，他以暗中传音的方式说道：妹妹，你可别冤枉我，我可是请来了帮手的，但是你要保密，这件事情不能传出去，否则惹毛了我的恩人，咱们都别想活着出去。罗大力这番话不仅说的小心，而当他提到恩人儿子的时候，更是用了非常敬畏的语气。听到这话，就连罗小凤也是神色一动，原本满是埋怨的眼眸之中绽放起了一丝光芒，随后小心翼翼地问道：大哥，这么说来，你是请来了帮手，那么你说的那位高人现在在哪？那位便是。罗大力悄悄地看一眼不远处那躺在地上的楚风和楚悠远，是那位老人家？罗小凤问道。不是，是那个年轻的小伙子。罗大力说道。哥，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这种玩笑？听到这里，罗小凤原本露出一丝喜色的脸顿时被怒容所取代，因为在他看来，高手往往有傲骨，除非有逼不得已的原因，否则怎会容忍他人星号自己？可是楚风不仅年纪轻轻，现在还被打得鼻青脸肿的，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修武高手，根本就是一个愣头青，是个傻子。你别不信啊，我真的没有骗你。不过那位恩人说了，不能暴露他的身份，也不能暴露他的修为。虽然不知道他想做什么，但我觉得恩人必然有他的打算，所以他才故意挨打的吧。总之你也要保密才行，千万别说出去。罗大力一脸凝重地说道。你可得了吧，早知道就不该让你逃出去，指望你，我们全家都要死。罗小凤狠狠地瞪了罗大力一眼，气得小脸通红，随后看了一眼身后一个躺在地上的男子，那名男子的身上带着一些擦伤，此刻似是昏迷了。不过别看他的脸上也有擦伤，但是依然无法掩盖他那英俊的面容，这就是那种典型的美男子。看着那名男子，罗小凤的眼中总算是涌现出了一抹难得的温柔，随后对罗大力说道：看来只能指望我的家洛哥哥了。小凤，不是哥哥说，你都什么时候了，你居然还相信这个小白脸的话？你快醒醒吧，就当哥哥求你了，不要被他骗了。此刻罗大力投来了嫌弃的目光，那个美男子在罗小凤的眼中宛如珍宝一般，可是在罗大力的眼里似乎一文不值，宛如狗屎。这倒也不怪罗大力，实在是这个美男子的实力太弱了一些，他居然连真仙境都没有踏入，只是一个五祖巅峰，这样的实力怎么可能就得了他们这些人？哥哥，你怎么就这么不相信家洛哥哥？他本就是修武奇才，你又不是没有见过他惊才绝艳的时候，而这么多年修为没有长进，乃是因为他在修炼祖传神功，待的神功大成，便是修为突飞猛进之际。而家洛哥哥他说，他现在已经到了神功大成的关键时期，要不了多久，他的神功便会大成，那个时候他的修为将突飞猛进，自然可以带我们离开此处。罗小凤一脸认真地说道。随你吧，随你吧。罗大力很是无奈，关于这名男子的事，其实根本不用他的妹妹说，罗大力其实再了解不过了。这名男子名为许家洛，出身平平，家境平平，而他罗家在当地好歹也是一个名门大户，可是这个许家洛却只凭借英俊的相貌便吸引了他的妹妹罗小凤。罗小凤不仅死缠烂打，劝说他的父母将这许家洛带回家中，还供其资源进行修炼。而这个许家洛起初倒也算是争气，修为增长的速度可谓极快，甚至就连罗大力也一度看好这个许家洛。而罗大力的父亲，也就是他罗家的现任家主，更是赶忙张罗婚事，想让许家洛迎娶罗小凤，也好将许家洛这个天才牢牢地拴在罗家。可是奈何这许家洛却忽然提出了一个要求，说是他家有祖训，在其神功大成之前不可成婚，更不可行房事，否则神功便无法修炼。而许家洛这番话也不是随便说说的，他竟然真的拿出了一本所谓的神功秘籍，并且声称这个秘籍乃是他许家祖辈流传下来，只有他许家的人看得懂。事实上这个秘籍罗家人还真的看不懂，但那秘籍看上去的确不凡，罗家人便相信了他。再加上罗家家主也就是罗大力的父亲早就认准了许家洛是一个天才，
所以不仅答应了许家洛与罗小凤的婚事延缓，更是全力资助许家洛，投放物资供许家洛修炼所谓神功。而转眼间，这许家洛的神功已经修炼了足足100多年，足足100多年的时间啊！他的修为毫无长进，始终停留在5祖巅峰。虽然他的修为毫无长进，可是许家洛却是在许家白吃白喝白拿资源的，待了100多年。这100多年来，罗家为了培养这个许家洛，可谓损失惨重，连家底都快被掏光了一半。事到如今，罗大力坚定地认为，这个许家洛就是一个骗吃骗喝骗资源的小白脸。可是奈何除了他之外，他的妹妹以及他的父母，甚至是罗家的其他人都坚定地认为，许家洛修炼的神功是真的。所有罗家人都觉得许家洛是真正的修武奇才，总有一日他会由蛟化龙，一飞冲天。而那个时候，罗家也将跟着沾光。所以无论罗大力怎么劝，换来的都只是罗家人的白眼，根本没有人听他的。这么多年下来，许家洛在罗家的地位俨然比他这个长子都要高。罗大力甚至坚定地认为，以后罗家家主的位置就算传给许家洛，也不会传给他。试问罗大力又怎会喜欢许家洛？楚风并没有听到罗大力与其妹妹的交谈，但是看他们二人的表情，楚风却能够猜出个一二。他知道罗大力还是对他的妹妹泄露了他的事，而幸亏他的妹妹并没有相信，否则也不会向他投来了鄙视的目光。其实像罗大力妹妹这种人，楚风实在见了太多了。楚风根本不在乎他如何看自己，甚至不在乎这里的所有人如何看自己。楚风想要的很简单，就是成功的潜入匪兽一族的巢穴，夺取匪兽一族的宝藏，然后再将这个大千上界的祸害一族给一锅端掉。楚风他们在这里又等了几个时辰，在此期间，陆续有人匪兽归来，并且他们的手中都带着被打得半死不活的人族。楚风觉得他们此次的目的并非是打劫，而是单纯的抓人族之人，给他们做奴隶的。那几个家伙怎么还不回来？真是没用，让他们去抓人，结果人自己回来了，他们却不见了踪影。匪兽嘟嘟囔囔，有些埋怨的交谈着。楚风听得出来，他们所说的那群家伙应该就是去抓罗大力，而不幸被楚风撞见，并且被楚风杀掉的那些匪兽。大人，他们会不会遇到了什么麻烦？忽然，其中一只匪兽来到一个看似小首领的匪兽面前，低声问道。而听他这样一说，那个小首领的目光则是变得谨慎起来，随后大袖一挥道：“不等了，回去。”话罢，那个小首领便率领着在场的所有匪兽，带着楚风等人，向着大山的深处行去。看来他们并没有怀疑到你的身上，你的那顿揍没有白挨。嘿嘿。此刻，女王大人的声音响起，听得出来，女王大人也是松了一口气。毕竟这匪兽一族横行这么多年，曾有不少人想要潜入他们的老巢，可是最终都失败了。这说明这群匪兽的警觉性极强，所以来此之前，女王大人包括楚风和楚悠远其实也很担心被匪兽一族发现他们真正的实力以及他们的目的，那样一来，他们可就没有办法潜入匪兽一族的巢穴了。但是现在来看，至少这群匪兽没有把那群去抓捕罗大力的匪兽迟迟未归的原因算在楚风的头上。这群匪兽无恶不作，但是实力却很弱，想必他们外出被修武者抓到且杀掉的情况也很是常见，因此对于这种情况，他们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那个小首领才没有太过的大惊小怪。但是匪兽一族肯定有着特殊的手段，否则也不可能在大千上界存活这么多年。总之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楚风说道：“其实收拾这群家伙很容易，但是看在宝藏的面子上，还是小心为上吧。其实本女王无所谓的，只是你这个家伙就要受一点委屈个。”女王大人说道：“不委屈，这有什么委屈的？看似我被他们打是受了委屈，可是实际上被戏耍的是他们，我倒是蛮喜欢玩弄这群畜生的感觉的。”楚风笑嘻嘻地说道：“哈哈，就喜欢你这种好心态。即便如此，那就把戏做足，一演到底吧。本女王也想看看这群畜生的巢穴到底是什么模样。”女王大人说这话的时候，眼中充满了期待。实际上，不仅女王大人期待，楚风也很期待，他也很想知道是怎样的巢穴能够护得住这么一群实力卑微却又无恶不作的畜生。随后，楚风便跟着匪兽一族一路向大山深处前行。在走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山洞。这个山洞很是隐秘，但最令楚风惊愕的是，在这山洞之中竟然有着一个瀑布。瀑布没有源头，这很不符合常理。大人，这应该是阵法吧？楚风身为界灵师，一眼便看出这瀑布乃是一座阵法，的确是一座阵法，是可以感应出修为的阵法。楚悠远到底是2品尊者，他也是一眼就看出了那瀑布的来历。看来这匪兽一族还真是小心，这阵法放在这里，应该就是怕有人隐藏修为混入其中吧。楚风，来，把这个捏碎，保管那阵法不会让你的修为暴露。楚悠远悄悄地将一颗类似珍珠一样的透明丹体递给了楚风。楚风按照楚悠远所说，立刻将那丹体捏碎。而丹体破碎之后，楚风能够感受到一股无形的力量散开，随后涌入他的身躯。这股力量不会长时间存在，但却可在短时间内隐藏楚风的修为。楚风，怎么样？那楚悠远给你的东西能管用吗？女王大人问道。若是这东西都不管用，那怕是没有什么能让我隐藏修为了。楚风忍不住发出感慨。身为界灵师，他能够感受到楚悠远给他的丹体之厉害。虽然这股力量不能长时间存留，可是至少他在的时候，楚风的修为绝对不会暴露。这样的宝物价值不菲，甚至可以说是有钱也买不到。在此之后，陆续有人从那瀑布走过。在此期间，那个匪兽一族的小首领手中则是出现了一块石头，准确来说，那更像是一块令牌。而只要有人走过之后，那个匪兽一族小首领手中的令牌便会显示一组数字，那正是从瀑布走过之人的修为。起初，那些人的修为都与表现出来的相同，可是当一个老者从那瀑布经过之后，那小首领却是忽然脸色大变。哼，
竟然隐藏修为，是想潜入我族不成？男人啊，把他给我拿下！匪兽一族的小首领指着那刚刚穿过瀑布的老者大喝道：“哈哈！老夫本来还在纳闷，此处怎会出现这样一道瀑布？搞了半天，这瀑布竟是可以暴露修为的阵法。可是，就算被你们发现了，又能如何？就凭你们的这点实力，也想捉拿老夫不成？一群畜生！老夫不仅要杀了你们，还要夺你们的宝物！”修为暴露之后，那位老者便立刻改变了嘴脸，嘴里发出了讽刺的笑容。这一刻，他的气息更是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从一个九品无祖变为了一个五品真仙。这个实力凌驾于在场的所有匪兽一族，毕竟匪兽一族的那位小首领也只是一个3品真仙的修为而已。可是就在那位老者得意连连，将要出手抹杀这些匪兽一族之际，忽然一道光刃自山洞深处飞掠而出，洞穿了老者。下一刻，那个老者便一脸难以置信的倒在了地上，丧失了性命。那山洞里面有高手，是9品真仙。楚风目光一动，当那个9品真仙出手抹杀老者之前，连楚风也感应不到那山洞里面还有存在，并且当他出手之后，他的气息也是立刻消失。可是在他出手的时候，他的气息却被楚风清晰的捕捉到。的确有一个9品真仙隐藏在山洞深处，并且他应该有着极好的隐藏手段，否则不可能连楚风都没有察觉到他。唯有当其出手之时，楚风才能感应到他的存在。哼，真以为我族都是傻子？区5品真仙也想混入我族？看着那倒下的老者，那小首领发出一声讽刺的嘲笑，随后便高喝一声继续。随后在匪兽们的催促下，其他人便陆续走过那瀑布，而没过多久便轮到了楚风。此刻楚风心中也是有些担忧，他担忧的倒并非是自身的安全，先不说现如今他自己也是一位天仙境的强者，而他的身后更是有楚悠远这位2品尊者的存在。2品尊者呀，这样的修为，说是站在整个大千上界最巅峰，也是毫不为过。尽管楚悠远身负重创，可是2品尊者就是2品尊者，他的实力依旧强大到可以抹杀2品尊者以下的所有存在。而有这样的存在在身边，楚风又怎会担心自身安危？楚风担忧的其实是怕修为暴露，只要修为暴露，将失去进入匪兽一族巢穴的机会。那样一来，楚风可就白忙一场了。而在楚风即将穿过那瀑布之际，罗大力则是面露担忧之色。他知道楚风的实力应该很强，不是寻常的真仙。可是在他的想象中，楚风的修为最多也就是3品真仙或者4品真仙罢了。先前那位老者乃是一个5品真仙，可是却被一击斩杀。罗大力很担心楚风的修为暴露，也落得与那老者一样的下场。若是那样，他将非常内疚，毕竟此事本就与楚风无关，是他请求楚风来帮助他们的。若是楚风真的遭遇不幸，那简直就是他害的。而当罗大力一脸担忧地注视着楚风之际，那个罗小凤倒也是较有兴致地观察起了楚风以及那匪兽一族小首领手中的令牌。尽管并不太相信罗大力所说，不相信楚风是一个修武高手，可是他还是想要确定一下自己的猜测，同时心中还是抱有了一点点期待。可是当楚风真的穿过那瀑布之后，那罗小凤则是一脸的失望，并且看向罗大力，以暗中传音的方式说道：“这就是你说的修武高手？”罗小凤如此讽刺，乃是因为他注意到楚风在那令牌上所显示的修为不过是区1品无祖。区1品无祖这种实力，莫说就他们了，连自保都不够，这简直是在场所有人中实力最差的一个，没有之一。而至于楚悠远，他的修为也在楚风之后显示而出，比楚风倒是强了不少，可也只是9品无祖而已。这同样没有办法进入罗小凤的法眼，毕竟他好说歹说也是一位1品真仙。但是此刻罗大力却是一脸的欣喜，他虽然不知道楚悠远是一位2品尊者，也不知道楚风是4品天仙，但是他却知道楚风绝对不会是1品无祖那么弱的境界。而这样一来，便说明2点：第一点，楚风修为没有暴露，至少可以安全了；而第2点则说明楚风的实力可能比他预想的还要强大，否则怎么可能连5品真仙的老者都暴露了修为？可是楚风却并没有暴露呢。哥，你傻笑什么呢？见自己讽刺之下，罗大力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很是高兴的样子。罗小凤很是不解，我就说我恩人实力非凡，怎么样，连那瀑布都无法测出他的修为，我没说错吧？妹子，你就等着瞧吧，只要我的恩人出手，我们一家绝对的救。罗大力得意洋洋地说道。你可真是无可救药。罗小凤一脸的无可奈何，那楚风的修为已经被测试出来，结果他大哥却这么说，还指望楚风救他们，他觉得他大哥简直是在欺骗自己。随后所有人都依次穿过了那瀑布，而在后面那些人当中，也有2个人隐藏了自己的真实修为，他们一个是5品真仙，一个是6品斩仙。可是毫无意外，当他们暴露真实修为的那一刻，便立刻被隐藏在山洞深处的匪兽所斩杀。当所有人通过瀑布之后，楚风等人终于得以继续向山洞内行去。走了没多久，便进入了一片雾气萦绕的地段。在这里面，楚风看到了8只匪兽，这8只匪兽的修为皆是9品真仙，但是进入这片迷雾之前，楚风是根本感应不到这8只匪兽存在的，而想必杀了那些隐藏修为之人的也便是他们。而很快的，楚风等人便走出了山洞，随后进入湖泊，穿过江河，又进入地洞，辗转了多个地方，竟然折腾了2天2夜。而每个地方都有诸多测试阵法来测试楚风等人的实力。一番折腾下来，楚风心中忍不住感慨，这匪兽一族的实力虽然不强，但是他们掌握的手段以及警觉性倒是真的强，这也就难怪他们实力如此弱，却能够在大千上界延续这么久了。他们凭借的全部是这些厉害的阵法以及从不掉以轻心的警觉心。不过最终楚风他们还是成功的进入了匪兽一族的巢穴，那是另外一片大山，表面看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可是走着走着便忽然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是一座浩瀚的宫殿群，
而这里的建筑风格更是金碧辉煌，光芒璀璨，就连地上的铺着的石板竟然也是金色的。阳光照射而下，四处都是金光闪闪，并且这里到处都是匪兽一族的人。初步估计，此处的匪兽一族起码有300万之多，其中也不乏实力强大之辈，甚至还有天仙境的存在。楚风知道，他很可能已经成功的进入了匪兽一族的老巢，否则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匪兽。楚风，先别急，确定一下再出手。楚悠远暗中传音道。其实不用楚悠远提醒，楚风也不会立刻出手，他还需要再观察一番。一路走来，见识过了匪兽一族太多的手段，尽管此处很像是匪兽一族的老巢，可是楚风却也不能够保证这里是不是匪兽一族用来迷惑人的障眼法，唯有确定之后才会出手。楚风继续隐藏实力，跟随着匪兽一族一路前行，竟来到了这巢穴的最深处。那里有2座大坑，那坑之大，宛如2座巨型的山谷，而那2座大坑之中，竟有几10万人族之人，他们用双手抬着特殊的晶石，往返于2座大坑之中。楚风注意到，那晶石乃是同一种晶石，但是在不同的大坑内，晶石会产生颜色的变化。当颜色变化后，会释放出一种力量，融入那大坑之中，随后便会化为正常的颜色。而把恢复正常的晶石转移到另一座大坑之后，晶石便会再度产生如先前一般的变化，如此往返。但是这2座大坑绝对不只是表面上这么简单。楚风一眼就看出，那2座大坑乃是2座阵法，那是提供力量的阵法，而那晶石便是力量的来源。通过晶石的转换，这2座大阵便可以源源不断的提供某种力量，供应某种阵法或者是某些存在。但最重要的是，那晶石无法用工具来搬运，唯有肉身才可搬运。可那晶石是有害的，会侵蚀人的灵魂，一直身处于这阵法之内，不停的搬运这些晶石，迟早有一天会被这晶石侵蚀致死。也正因如此，那大坑中的人看起来都是非常的虚弱，明明都是修武者，本该身强体健，但是如今的他们却都像是病秧子一般，一个个半死不活，无精打采，除了工作，仿佛已经忘记了任何事，看上去那叫一个可怜。而楚风知道，终有一日，这些人都会死去，绝非寿命到现而死，而是硬生生的被那晶石腐蚀灵魂而死。想必这也是为何匪兽一族要抓他们这些人的原因，因为身处阵法内的人迟早会死，所以他们需要不停的抓信的人做奴隶，丢入这阵法之内。这匪兽一族当真是猪狗不如。见此一幕，楚风心中的愤怒再度喷涌而出。楚风忍了这么久了，也不差这么一会，再忍一忍，观察一番再说。女王大人似是感受到了楚风的怒意，不由轻声劝道，她是不想楚风功亏一篑，而楚风自然也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所以也是硬生生忍住心中的怒火，被匪兽一族的人推入了其中的一座大坑内。你们还愣着干嘛？还不快快干活？是想挨打吗？将楚风等人推入其中一座大坑后，便立刻有匪兽举起手中的长鞭催促起来。楚风等人无可奈何，只得开始劳作，如其他人一般搬运那些晶石。晶石入手，楚风顿时眉头一皱，这晶石不仅是在侵蚀他的灵魂，竟然也在吸收他的灵魂。这座阵法远比楚风想象的还要恐怖，这简直就是一座魔阵。发现此处的可怕之后，楚风便想尽快离开此处，也想尽快将此处的人解救出去。于是楚风一边搬运晶石，却也开始悄悄地使用天眼，向远处眺望观察。楚风是在观察这巢穴，是在寻找匪兽一族放置宝藏的地方。而庆幸的是，因为此处的人可能是被匪兽打怕了，所以几乎所有人都在专心劳作，根本没有人敢偷懒。因此匪兽倒也没有一直盯着阵法内的楚风等人，见他们开始劳作，便就走开了。这样一来，楚风东张西望的观察，他们也是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从现在开始，大家不必再受这群畜生的支配。忽然间，一道声音响起，是那个叫做许家洛的男子，他终于醒了过来。家洛哥哥，你终于醒了！见到许家洛苏醒，罗小凤顿时高兴得不得了。与此同时，罗家的其他人也是赶忙将那许家洛给围了起来，脸上同样挂着狂喜之色。家洛哥哥，莫非你突破成功了？罗小凤激动不已，她发现许家洛脸上的伤势不仅没有了，就连整个人也变得精神了许多。这样的许家洛，他已经足足100多年没有看到过了。因为自打许家洛修炼按所谓的祖传神功，整个人便都变得死气沉沉的。可是面对一脸激动的罗小凤，许家洛却表现得相当平静，只是轻轻的点了点头。可正是他这样的举动，却让罗家的人皆是激动不已，高兴的简直快要忍不住呼喊出来。若不是害怕引起那些匪兽的注意，想必他们必定会发出欢呼才是。毕竟为了培养许家洛，罗家实在是付出了太多，现在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看到了劳作的果实，他们自然高兴。要知道，这可是劳作了100多年，付出了1半家产的结果呀！家洛哥哥，那你现在的修为是？罗小凤上前问道。我现在的修为已是1品天仙。许家洛说道。1品天仙，太厉害了，竟然直接从9品无祖突破到了1品天仙，这当真是神功，当真是神功啊！家洛，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你没有让老夫失望。家洛兄弟，你是我们罗家所有人的骄傲。听得许家洛这样一说，罗家的众人更是激动的不行，甚至就连罗大力也是一脸的惊讶。直到此刻，他才忽然意识到，原来是他小看了这许家洛。但是看着此刻修为暴涨的许家洛，楚风却是摇了摇头。在天眼之下，楚风一眼就看穿了许家洛，他的修为暴涨不是没有原因的，是修炼了某种特殊的功法。那功法的确让他修为暴涨，可是付出的代价却是惨重的。许家洛此生的修为，他是只能停留在这1品天仙，无法再有长进。可惜了，以此子的天赋，若是踏踏实实的修炼，踏入5仙绝非难事。可惜啊，另辟捷径，误入歧途，却是害了自己。此刻楚悠远也是发出一声轻叹，看来楚悠远也是看穿了
这许家洛修炼功法的代价，但是楚悠远看得比楚风还要透彻，他甚至分析出了许家洛若是安心修炼所能够达到的成就。只是可惜，因为他的一念之差，原本可以踏入5仙境的他，却最终只能停留在1品天仙。太好了，我们终于解救了，我们终于可以解救了。家洛哥哥，好好教训一下这群畜生，他们可还是杀了我们2个族人呢。见许家洛神功大涨，修为突飞猛进，罗小凤就像是找到了依仗一般，整个人的气势都变了。小凤，我可以带着你和你的家人出去，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须要和你说。许家洛说道。家洛哥哥，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什么事情你直说便是，我什么都听你的。罗小凤乖巧的就像是一个小媳妇，看来她早就做好了夫唱妇随的准备。老也看得出来，她是真的喜欢这个许家洛。小凤，其实我早就有了喜欢的人，我从小便发誓，非他不娶，所以我怕是不能娶你了。许家洛说道。此话一出，宛如晴天霹雳，先前还一脸甜蜜的罗小凤顿时脸色苍白，连续倒退数步，险些栽倒在地。许家洛，你在说什么？有本事你给我再说一遍。此刻罗大力顿时大怒，我说过的话你们都听到了，我不管你们怎么看我，但是绝对不会娶罗小凤。但是你罗家对我许家洛的帮助，我许家洛铭记于心，我日后定会报答你们。许家洛说道。他嘴上虽然说着会报答许家，可是他的态度却是非常的冷漠，甚至有些强硬，大有一副你们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的架势。你这畜生！此刻罗大力简直快要气炸了，说话间便准备走上前去，想要对许家洛出手，可是还不待他靠前，一只有力的大手便抓住了他的手臂。是罗大力的父亲，罗家的现任家主家洛呀。婚事什么的都好说，我想小凤也不介意做妾。罗家家主说道。你不介意做妾吗？许家洛对罗小凤问道。不介意，我当然不介意。家洛，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做什么都愿意。听得此话，罗小凤简直就像是看到了希望一般，哪里还有一丝埋怨，简直就是感激的快要哭了出来。看到这样的罗小凤，罗大力非常无奈，连他都替自己的妹妹感到悲哀。罗小凤爱的实在是太卑微了。大哥，你看到没有？我就说我的家洛哥哥一定可以修炼成功的，我没有骗你吧？指望你的那个所谓恩人，还不如指望我的家洛哥哥呢。现在你终于知道谁更靠谱了吗？忽然，罗小凤看着罗大力说道，他就像是忘记了他的未婚夫刚刚悔婚的事情一般，竟然转眼间就再度吹捧起他的未婚夫。看着这样的罗小凤，罗大力一言不语，只是叹息着摇了摇头。在他看来，他的这个妹妹已经无可救药，怕是这辈子就要栽在这许家洛的手中了。小凤，既然你愿意做我的妾室，那你我就还有夫妻之缘，你的家人便依旧是我许家洛的家人。我现在便带着大家离开这个鬼地方。许家洛说道。等一下。可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却是忽然响起，是楚风。以你的实力，无法带着他们离开此处。楚风说道。你说什么？听得此话，许家洛顿时面露不悦，随后扫视楚风，以一种藐视的语气说道。你是什么人，竟敢这般轻视于我？这并非是轻视于你，你可能没有感应到，在这里可是有3品天仙坐镇的，以你1品天仙的修为，想要出去简直是找死。楚风说道。楚风并未说谎，他来到此处之后便向外观察，虽然没有找到那匪兽一族的宝藏，但却将这匪兽一族的实力摸得很是透彻。匪兽一族整体实力并不强，甚至在大千上界有太多势力可以轻易的灭掉匪兽一族，但是目前来看，匪兽一族天仙境的强者却也有着100多位，其中最强的2位更是达到了3品天仙的地步。这个实力虽然放眼大千上界也是不值一提，可却也绝非许家洛可以对付的了的。不可能，以我的感应力，为何感应不到天仙强者的存在？许家洛并不相信楚风所说的话。那你可感应到了我的修为？楚风笑着问道。哼，你的修为当然感应得到，区区5祖罢了。许家洛很是不屑地说道。许家洛，不得无礼，这可是我的救命恩人。此刻，罗大力站出来说道。救命恩人？你是糊涂了吗？好歹你也是一位真仙，居然声称一位区区5祖是你的救命恩人。罗大力，看来你真是越来越愚蠢了。许家洛鄙夷地看着罗大力，你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若没有我罗家，哪有你今天？你居然敢这样骂我！听得此话，罗大力顿时暴跳如雷。来啊，有本事你便试试，本少爷高兴了救你全家，若是惹得我不高兴，你们全都要死。眼见着罗大力要出手，许家洛竟然眯起双眼，眼中闪过一抹寒意。看着这样的许家洛，罗大力则是气得咬牙切齿，可是他又不敢对许家洛出手了，因为许家洛真的具有抹杀他的实力。愤怒之余，他则看向了罗小凤道，你看看你找的好夫婿，看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简直连畜生都是不如。你住口，我不许你这样说家洛。而面对罗大力的斥责，罗小凤也是面露怒容，那个样子简直就是他的哥哥再多说半句，他就要与他哥哥反目成仇的架势。大力，你不可对家洛无礼。大力，你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帮着这样一个外人呢？况且这个年轻人脑袋有问题，莫非你的脑袋也有问题了？你怎能说他是你的救命恩人？就他的修为，怎么可能就得了你？与此同时，就连罗家之人也开始替着许家洛说话。其实许家洛的所作所为，他们怎么可能不反感？他们也很是不悦，只是他们却很清楚，许家洛现在是唯一能救他们的人，他们必须讨好许家洛，必须顺从许家洛才行。我被自己的家人这样针对。罗大力则是更加的委屈，他不由得看向了楚风，似乎是想让楚风为自己做主一般。我答应过罗兄，一定会救你们离开此处，但是还需要再稍微等一下。而在我确定一些事情之前，你们若是遭遇不测，我怕是无法救你们，所以你们还是再等一下吧。等一下，我自然会带你们出去。楚风说道。年轻人，你是真的疯了吧？就你这修为，如何救我们？罗大力的父亲看楚风的目光中充满了嫌弃与鄙夷，
父亲，您与这个疯子废什么话？我大哥傻了，您也傻了不成？而罗小凤的态度更是恶劣。若不是你们是罗兄家人，我可真不想救你们。楚风笑着摇了摇头，他并没有生气，这种人不值得他生气。楚风其实是觉得他们很可悲，明明可以救他们的人就在这里，却遭到了他们的嫌弃，甚至鄙夷。所谓的鼠目寸光，便是如此吧。